12月27号，日本政府宣布，从本月31号开始，对来自于中国的旅客在机场要实行强制的核酸检测。如果检测的结果是阳性的，就分为2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发热、咳嗽有症状，那隔离7天；如果没有症状，要隔离5天。与此同时，对所有中国境内飞往日本的航线也做了限制，只能飞往东京的2个机场、大阪的1个机场，还有名古屋的1个机场。除此之外，其他的那些航线暂时都要停下来。这个措施颁布之后啊，很多国家立刻就开始跟进呢。比如说印度啊，中国最瞧不起的印度，马上也把中国列为疫情的重点观测国家，要求从中国入境的这个旅客啊，要提供核酸检测报告，还要做核酸检测。意大利实际上从26号开始就要求中国入境的旅客开始进行核酸检测了，而且要自费，1个人90欧。美国宣布从1月5号开始啊，对来自于中国的旅客要提供核酸检测报告。美国其实现在对全球的这个各个国家入境美国的这个条件是最宽松的。前一段时间开始，它是什么都不要求了，连核酸检测报告都不要求了。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入境的乘客还是要求核酸检测报告的。比如说中国啊，虽然说决定从1月份开始逐渐废除入境隔离措施，但是入境还是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报告的。但是美国是干脆都没有。那这一次是专门针对来自于中国的旅客呢，要求恢复提供核酸检测报告。不管怎么说啊，从27号开始，世界上有好几个国家都准备或者是已经对中国入境的乘客啊，要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这个新闻播出之后啊，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汪文斌在27号接受外媒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啊，当前需要各方科学抗疫，携手共进，保障各国人员安全往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健康增长。中方始终认为，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不应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他说，入境的这些隔离措施啊，就是疫情防疫措施啊，不应该影响正常的人员往来。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一片哗然。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过去3年啊，哪个国家的入境隔离措施对人员往来构成的影响最大呀？毫无疑问是中国，对吧？中国的14+7这样的措施，还包括航班的熔断，有多少人想要回中国回不去啊？有多少外国人想要离开中国离不开啊？2020年的时候，当时武汉疫情刚爆发，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人都包机把自己的侨民从中国接出去。后来中国的疫情稍微缓和一些，世界上有其他国家疫情开始变得严重了。当时有很多中国的海外侨民、留学生想要回国，回不去啊。为什么？航班断了，然后呢，入境要隔离，也买不到机票。天价机票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最高的时候炒到10几万人民币1张啊。我还记得当时啊，迪拜有一批中国的游客，经过香港转机回内地，到了香港之后呢，回不去了，因为政策变了。中国他进不去，但是迪拜他也回不去了，香港他也入境不了，他们就在香港机场滞留啊，一直滞留了20多天。当时香港政府呢也没办法，就呼吁中央政府呢能够让这些人能够入境回国，但是中央政府不管啊，这些人就睡在香港机场的椅子上。你说这是限制人员往来吗？我觉得肯定程度不止，这是限制这些人的生活呀，甚至搞不好都要出人命啊。当时呢，俄罗斯的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包括一些打工的，想要回国，跑到了那个黑龙江畔，就隔着一条江就进不到中国。这样的例子在过去3年比比皆是。结果反过头来，中国政府现在开始指责这其他国家限制人员往来了，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笑啊？是吧？当然，这个新闻播出之后啊，境内也有很多人对西方国家不满。比如说，微博上有很多人都说，他说中国过去又是封城又是隔离的，西方国家总是说中国这个不正常，现在我们正常了，结果呢，他们反而不让我们出国了，让那些举白纸的人喊呢，不要核酸要自由啊。你说这种论调有没有道理？我个人觉得没有道理。为什么呢？中国现在正常了吗？我觉得这些人混淆了一个概念啊，就是中国现在只是说防疫的措施相对来说正常了，因为不再采取隔离啊、汉门呐、
锁门呢、入境隔离的措施。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整个防疫期间也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措施，所以这样的措施不合理、不正常。但是中国现在的疫情正常了吗？没有吧。虽然中国政府现在每天公布的数据啊，死亡1个人，感染的几千人，但大家都知道这显然是假的。现在应该每天感染的人数有几千万人。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网上流传的北京的、上海的、这个南京的、河北的、山东的、东北的那些殡仪馆里的那些视频，有很多人亲人死了之后，现在排不上尸体火化，这是中国现在的现实。现在中国现在究竟每天死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中国政府也不公布。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正在经历开放之后的感染冲击波和死亡冲击波。那这个疫情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你不能说中国现在正常了。中国现在不是处于一种正常的状况，而是正在经历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一般来说啊，疫情的这入境甄别和隔离措施啊，它主要防止的是疫情水位较高的国家向疫情水位较低的国家流动。比如说2020年啊，当时中国武汉刚刚发生疫情，很多国家先后都颁布了措施，限制中国游客入境，就是为了防止中国你的疫情水位较高嘛，向这些国家流动。那后来中国很快就控制住疫情之后，许多国家就取消了中国的入境的隔离措施或者说甄别措施。但现在情况又仿佛回到了2020年嘛，中国现在开放之后正在经历着死亡冲击波和感染冲击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疫情水位又上升了，而其他国家的水位相对来说又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些入境的甄别措施，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胡锡进估计是前一段时间发烧好了，马上又开始上网洗地。他说中国之所以实行入境隔离政策，是因为中国实行动态清零嘛，发现一例扑灭一例，动态清零的核心是这样的。西方国家你们现在又没有实行动态清零，对不对？你们境内里头有很多人都在感染着呢，都在传染着呢，那你为什么要对中国入境的乘客进行限制性措施啊？所以这是给中国找茬，是不是听起来貌似有些道理啊？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样的观点对不对？那么西方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呢，对中国采取一些入境的甄别措施啊，有没有道理啊？首先我个人觉得胡锡进这种论调肯定是错的啊，因为西方国家实行入境的限制性措施并不是因为动态清零，因为动态清零就是中国在搞嘛，其他国家没有搞。但是在过去的3年里头，有许多国家都采取过入境限制性措施。比如说日本，直到今年的10月11号才允许国外的游客进入日本，此前是不允许的嘛。那日本在国内当时实行动态清零了吗？没有嘛，显然是没有。但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实行动态清零政策的国家，它才可以实行入境限制性措施，这是完全错的。美国也是，美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动态清零啊。但是美国历史上过去的几年，它也限制过欧洲的国家的这个乘客入境美国，也限制过中国的这些乘客入境美国呀，都限制过呀。所以其实并限制对旅客进行限制，并不以动态清零这样的一个政策为前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单独对中国进行限制有没有道理？国内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对中国人歧视。其实啊，首先这个政策它不是针对中国人的啊，它是针对来自于中国的旅客。这2个概念首先我们要分清楚。因为现在其实中国并没有开放对外的旅游，尽管现在中国政府说准备开放，但还没有开放嘛。所以现在其实中国出去的游客啊，大多数都是外国人，或者说是其实非中国籍的吧。你比如台湾啊，台湾也宣布，其实从明年开始，就1月1号开始，要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个乘客采取这个现场的核酸检测。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从中国大陆去台湾的基本都是台湾人，并不是中国大陆人。我看在台湾的新闻里头采访这些台湾人的时候啊，他们基本上都表示理解，因为这个时候回台湾的基本都是要回台湾过年的，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的台湾人嘛。他们认为，如果要是从中国大陆回去，有很多人都带着这种阳性啊，或者是传染源呐，有可能给台湾的这种防疫措施带来压力嘛。
所以其实这个措施，首先它不是针对中国人的，是针对来自于中国的旅客的，这个概念首先要分清楚。这个疫情一扩散到全世界，哟，原来这样啊，抄作业都不会，真的是那作业本交给他，而且把着他那手啊，教他一笔一画的抄不会，怎么办？所以通过这场疫情，大家真的看出来了，就像刚才沈老师说的啊，这一场疫情降下来，对全世界进行了一场测试。美国政府真的就这么笨，就是一个2分的学生，只能得2分，教不会，没有办法，家长揍也没用，那就这样了。所以，这可能就是一种社会管理体系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胡锡进还有一个论调，他说中国你看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采取这种严格的隔离政策、封城政策，也没有防住奥密克戎。可见奥密克戎啊，感染性实在是太强了，传染性太强了，根本防不住。既然你防不住，你为什么还要对中国入境的这种乘客进行甄别呢？那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意义嘛。但这其实也是混淆是非，就是说奥密克戎啊，它没有办法做到动态清零，并不意味着在这种疫情下我们就应该躺平，不采取任何措施。这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比如说啊，日本现在啊，其实疫情也蛮严重的，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日本正常了，但日本其实今年一共有3波高峰，现在基本上是第3波。11月27号这一天啊，日本的单日死亡438人。大家对照一下中国啊，这一天公布的死亡数字，1个人，可见日本的疫情比中国还严重啊，是吧？感染人数呢是21万人。那么你去查一下东京都的状况，东京都呢，它的 ICU 的病床使用状况是55%，其实55%这个数字就比较高了啊。那么日本的11月份的时候，入境的旅客是93万人，开放之后确实有很多各个国家的人到日本来旅游，但这里头几乎没有中国的乘客啊。但假如说针对中国的这个开放了之后，一定会有大量的中国游客进入日本，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过去在正常年份来日本旅游的中国乘客大概占到整个日本游客的30%左右，但是你想想，过去3年中国人已经没有出国旅游了，那憋了3年了，肯定出来的时候会井喷，再加上马上要临近春节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中国政府开放的话，我相信啊，进入到日本的这个中国游客数据肯定不止30%，肯定要高于30%。那么如果要是达到50%，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单日进入到日本的乘客，中国的啊，有可能达到将近100万人。那么这个100万人中间，他们如果要是带着这个感染源来日本，那你想想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大家都知道，前2天啊，意大利啊对中国的航班飞到意大利的这些飞机上的乘客进行了核酸检测，检测的结果是平均有50%以上的乘客啊都是阳性，有一个航班是120个人，62个人是阳性，还有一个航班呢其实是60几个人，然后呢这是30几个人阳性，就差不多有1半的人是阳性。有人还讲到这飞机上到处都是咳嗽声，甚至有人还讲到有些来自于航空公司的消息显示，这些乘客在国内的时候已经阳性了，但是有人给他们出具伪造的核酸报告，然后才能上飞机。那你想一想，假如说要将近100万人进入日本，有1半人是阳性的话，那会给日本政府带来一个什么大的压力啊？你想想，这1半的人中间，肯定有一部分人会变成重症，这个比例不高的话也会有。那么的话，这一部分人变成重症之后，它会增加日本的医疗压力，更何况这个钱谁来出啊？你想想，你普通买的那个医疗保险那个数额是很低的，但一旦要是变成新冠疫情，那治疗费用是非常高昂的，那这个日本政府能不能承受得起，这是个疑问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假如说你进来的人1半人都是阳性，你不光是自己是阳性，你会传染给其他人呢。那么现在日本单日是21万人感染，如果你要是几十万人进来之后，有1半人是阳性的话，那这个数据如果翻1倍，那可能 ICU 就被挤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也怕呀，对吧？
另外一个因素，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流行的这个病毒是奥密克戎，叫 BF6，这么一个变种啊。但是现在中国现在境内啊，大面积的人在感染呢，你说它有没有可能发生变异呀？这其实大家都没底。所以日本政府对来自于中国的游客进行隔离的时候，它专门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对来自于中国的病毒进行基因检测，就是要看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病毒啊会不会变异。因为一旦变异的话，那会给整个日本的这个防疫措施啊带来非常大的新的压力。你想想，最近一段时期内，国内所有的网上大家描述这个疫情的时候，都在讲发热、嗓子像刀片一样疼，而且死亡的比例好像还不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万一这个是因为变异所导致的呢？那你想想，那日本政府肯定是慌得要死。日本政府啊，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啊，中国刚刚开始发现武汉这个疫情的时候，就迟迟没有敢关闭来自于中国的游客通道，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呢有个顾忌，因为中日两国已经商量好了4月份习近平要访日，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顾及到习近平访日会不会受影响，另外一方面顾及到中日的关系，所以这个国门关得非常晚，结果导致了日本当时是受中国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亚洲国家之一。这一点当时啊是受到了很多国内的批评，所以这一次啊他们就反应比较快。我个人觉得，综合这些因素啊，其实他采取这个相对稳妥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中国现在的疫情防控措施啊非常不透明。就一方面，中国的 CDC 现在每天公布的数字今天公布的最新的数字就死亡1人，感染的人数是几千人，你们信吗？没有人信吧？那你说中国现在的真实的疫情状况是什么样？那有人估算是一天这个传染几千万人，死亡呢可能是几万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真的啊。但是至少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缺少一个评判标准，不知道，给人感觉一夜之间就回到了武汉2020年那个时候。武汉2020年的时候，世界各国也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情况，只能靠猜呀。各位在国内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新闻，就在前几天，一个在中国的日本人因为感染新冠疫情死亡了，好像是在重庆吧。这个新闻呢，在日本这个刊发之后，其实还是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你想想，中国一方面虽然说这个疫情不是很严重，但是在中国的日本人因为感染却死亡了，那你想想日本人对中国现在疫情的状况，他肯定心里没底啊，害怕呀。所以啊，我个人觉得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疫情究竟是什么状况不清楚，然后担心会对日本的疫情产生冲击，这种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是日本的政府决策者，我也会采取类似的措施。最后我想讲一讲2020年的时候，武汉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央视有个同事，他叫阿秋，也是个主持人，他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他说啊，不管怎么说，这个疫情是来自于中国的，所以呢，我们中国如果要是对其他国家说一声对不起，可能啊，这个更好吧，就是这个意思啊。结果就因为这个帖子，阿秋呢就被在强制从央视离职了，也就是开除了，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但是我觉得阿秋的那段话其实说的非常有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给世界各个国家添麻烦了嘛。不管怎么说，这疫情是怎么产生的，毕竟是从中国产生的，它传播到世界各地。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啊，生活都已经基本正常了，但是中国正在经历着疫情最严重的时刻。这个时候啊，我们将心比心呢，其他国家为了防止自己重蹈2020年的覆辙，对来自于中国的旅客采取一些甄别措施，还不是特别强烈的限制性措施。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应该可以理解这样的措施，这也是一般人的正常的情感嘛。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也好啊，还是一个个人也好啊，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就会平和很多。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共情别人的苦难，不能换位思考。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一旦要是仅仅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个人呢就会变得非常自私，也就很难跟别人友好相处，不是这样吗？
抄作业都不会，真的是那作业本交给他，而且把着他那手啊，教的一笔一画的抄，抄不会。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不应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